上世纪香港电影风靡，武打片独成一派，几乎是出道即巅峰的存在。一晃几十年过去，曾经备受观众喜爱的武打片，如今已慢慢走起了下坡路。而今的影视剧市场，影片中的武打场面，不是慢放就是特效，曾经让人热血沸腾的打斗场景变得平淡无奇，缺乏真实感和紧张感。尽管许多观众一直怀念着那个激情四溢的武打片时代，但在看过这些武打明星的晚年生活后，或许大家也就不难理解，为何武打片会走向没落了。洪金宝，近日一名网友偶遇香港明星洪金宝，还在小红书上传一段短片，说深圳美式卖场偶遇洪金宝老师，远远看着不敢叨扰。小时候很喜欢看他的武打电影，基于粉丝心态不敢靠近偶像，只是默默记录这段偶遇缘分。视频中，洪金宝坐在黑色电动轮椅上，身穿粉色格子衬衫，头戴编织草帽，戴着粉色口罩，看起来十分低调惬意。其实洪金宝经常坐轮椅代步，因过去接太多武打片，膝盖磨损过度，后来又受伤开刀，加上身体状况变差，得了糖尿病，所以拄拐杖、坐轮椅出门已然成为常态。拍下洪金宝坐轮椅逛卖场的网友也发现，其实洪金宝逛卖场时，有一位照顾他的人在旁边帮忙，大哥大不是单独一个人。视频上传后，另一名网友也随即PO出自己看到洪金宝坐轮椅散步的样子。香港男星洪金宝曾经出演多部武打戏，在香港有大哥大的尊称。于今2024年获颁第4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，他以稳健的步伐走上台领奖，并用粤语说出感言：不经不易，我在电影界已工作了60多年，一个人能在60多年后仍从事同一个职业，仍好好的工作，真是很有福，足见他对演艺事业的喜爱。洪金宝也出演于本5月上映的《九龙城寨之围城》，饰演电影中的黑帮老大，与香港知名男星古天乐有许多武斗对打戏，不禁让人赞叹大哥大硬朗的身体。成龙突然上了热搜，不是因为他的某部新片，而是他被拍到头发胡子都白了。很多人都惊讶于这位一贯生龙活虎的功夫巨星竟然如此苍老了，纷纷唏嘘感慨。实际上，成龙下个月就要迎来70岁大寿了，不管看上去是什么样子，成龙都已经是人生70古来稀的老人了。所以现在白了头发和胡子的成龙才是他最真实的样子，不再强撑，终于可以坦然展示自己自然衰老的模样，终于服老。显然成龙已经进入另一种人生状态，淡然不争。这一点也表现在成龙最近的电影上。原本外界传言要上今年春节档的成龙新片传说成了逃兵，至今没有定档。再早一点，成龙和约翰·塞纳主演的《狂怒沙暴》干脆变成了网络电影，只在沙特上映了一下，就直接在美国网站上线了。曾经是票房保证的成龙，现在也不得不面临电影市场格局以及观影人群口味的变化。不过成龙推广宣传中国文化的信念不变，尽管已经马上70岁高龄，他依然还有一大堆中外电影项目等着去完成，不得不佩服他的敬业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成龙的新片中一部 P 计划应该是拍的国宝熊猫， P 是熊猫 Panda 的首个字母。之前成龙已经到四川进行拍摄，不知道顶流女明星大熊猫花花会不会参加，如果会，成龙又会不会演谭爷爷呢？成龙其实早就是老人了，但直到这次他终于白着头发和胡子亮相，才终于让公众也认同他是真的老了。甄子丹在国际上打出一片天的华语功夫巨星，还有一位甄子丹，他和李连杰同岁，比他小3个月，今年也要满61岁了。甄子丹这些年作品不断，甚至还有打到西方去，拍了《极速追杀4》，但他想要的转型却并没有成功。现在他又回来吃老本了，要拍《叶问5》。电影《叶问》系列是甄子丹最成功的代表作，但在2019年《叶问4》之后，该系列宣布完结，他也宣布不再拍功夫片。于是甄子丹折腾了几年，也拍了一些动作片，都没能超越《叶问》。
特别是转型拍了《搜救》这样的亲情题材电影，更是票房不足2000万，巨亏近2个亿。甄子丹还自己执导主演了一部金庸经典武侠小说改编的电影《天龙八部之乔峰传》，结果在国内连电影院都没上映，直接变成了网络大电影，让人大跌眼镜。现在甄子丹反悔了，又要重启叶问系列，拍叶问5了。至于为什么要拍叶问5，甄子丹最近公开露面时进行了解释。他去年去了奥斯卡电影颁奖礼，遇到好多外国演员、导演、制片人，很喜欢他的叶问系列电影，所以他打算继续把这个题材再拍下去。目前叶问5在写剧本的阶段，与其说是重启拍叶问5，不如说是功夫片示威最后的遮羞布。众所周知，叶问4都叫完结篇了，电影结尾都以一场葬礼为大师人生画句点了，现在居然又反悔要拍叶问5了，这多少有点滑稽。到底是当年完结的草率了，还是跟拍功夫片说再见草率了？曾经华语功夫片是如此辉煌，现在随着几位功夫巨星的老去，急缺新一代的扛大旗者。李连杰，提到李连杰的话，相信不用多说，大家也知道他对中国功夫电影的贡献。一部《少林寺》开创了中国青少年纷纷上少林寺拜师学武的先河，而他潇洒精炼的武打动作也让他成为了中国武术界的功夫皇帝。他自幼学武，在众多武术比赛中都有着杰出的表现。他主演的电影《霍元甲》、《黄飞鸿》和《方世玉》等，都让他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。甚至在他风靡全球的时候，连甄子丹和赵文卓两人加起来都难掩其锋芒。但俗话说，凡事都有两面性。李连杰高负荷的身体运转，让他身体健康每况愈下。最近几年的时间，每当李连杰出现在大众视野中时，入目皆是他老态龙钟、行走困难的身影。在年纪上来看，李连杰甚至比成龙和洪金宝还要年轻不少，但从身体素质来看，他却好像比另外两人都显老。事业上的辉煌让他在年轻时达到了无数普通人达不到的高度，也让他享受到了无数的红利。可当他到了年老的那一天，命运好像也没能让他逃离魔爪，担负了普通人承担不起的病痛。元彪，曾经活跃在香港影坛的七小福成员之一，元彪自1993年移民加拿大后，渐渐淡出了荧幕，将注意力转向了幕后工作。然而近年来，中国内地影视业的兴盛吸引着他重返演艺圈，尤其是参演网络电影。虽然低调，但他的粉丝还是能在网络电影中找到他的身影。如果你是经常关注网络电影的观众，或许偶尔也会在银幕上看到元彪。然而要认出他并非易事。一方面，90年代和00年代出生的观众对于元彪可能会感到陌生；另一方面，元彪的外貌已经经历了明显的变化，他的标志性质已经不再存在。最近66岁的元彪在内地被网友偶然捕获，尽管外貌发生了变化，但他依然保持着身手敏捷。元彪现在戴着眼镜，看起来斯文而慈祥。最明显的变化在于体型，他似乎略显发福。不过有趣的是，这种发福主要体现在脸部，身材并没有明显变化。他当天穿着一件白色 T 恤，身材虽然圆润，但与年轻时的健硕相比，差距不大。元彪的脸部显得更加丰满，原本的尖脸已经变成了圆脸，看上去肉肉的，过得相当滋润。梁小龙，近日有网友发现知名香港武术明星梁小龙现身广东某小县城，每天在公园里练习武术。梁小龙对武术的热爱程度让人惊叹，他的名字与李小龙相似，但他并不惧怕与这位武术传奇相比。事实上，梁小龙比李小龙年轻8岁，可以说是同一时代的武术家。尽管李小龙的名声如日中天，但梁小龙并不惧怕与之相提并论。他深知自己对武术的热爱，但也明白自己尚未达到李小龙的成就。尽管如此，梁小龙在国内的知名度也相当高，他曾与周星驰合作出演《功夫》，在片中饰演火云邪神一角，深受粉丝喜爱。此外，年轻时的梁小龙还主演过许多爱国题材的电影，如《陈真》《霍元甲》等。
每部作品都令人振奋，引发深思。据了解，现年75岁的梁小龙并不沉迷女色，与妻子分居，生活简单，他的家人从不出现在镜头前。梁小龙的晚年生活虽无女色，纸醉金迷，也远离圈内纷争，但他对武术的热爱从未改变，他每天都在坚持练武，从不间断。这使得梁小龙虽然已是高龄，但身体依然强健，即使在表演高难度动作时，他也能毫发无损，令人惊叹。梁小龙的身体素质与年轻人相媲美，让人不禁感叹。梁小龙的成长经历也颇为传奇，他小时候生活艰苦，父亲是武夫，常年在外卖艺，无法陪伴他成长。梁小龙早早辍学，对武术产生浓厚兴趣，后来在香港得到叔父的指导，习得一身武艺，成为香港娱乐圈的武打演员、武术替身和武术指导，名声大噪。后来，梁小龙还学习了北派腿法和空手道，武术实力得到极大提升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梁小龙曾经历香港的外国人踢馆事件，3次出手比赛，2次获得冠军，1次获得亚军，甚至还曾遭遇10几名杀手围攻，结果被梁小龙赤手空拳全部击败，实在了不起。几十年前特效技术以及拍摄防护措施都远不如现在，那个年代的演员为了搏出头，几乎都是拿出了玩命的态度，这才导致在他们上了年纪后身体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。反观如今，影视剧创作的技术一年强过一年，可武打片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却远不如几十年前，真是让人汗颜呐。